我是未来太子妃。那日，一个千里寻夫的女子当街拦下我的马车，她拿出太子贴身玉佩，挑衅说太子已与她在民间成婚。这枚玉佩乃是太子的贴身之物，太子已与我在民间成婚，我今日特来寻夫。带他去见殿下，快去看看，有人在皇上御赐的太子妃面前说和太子已有婚约。穗禾，今日怎么突然进宫了？孤真要去找你商量婚事呢。太子殿下，我给你带来个人，不知你可认识？夫君，新月，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你只是进京寻亲吗？为何一去不归？我找你找得好苦。那时候处境不明，我也不敢向你和盘托出。本打算待诸事定下，便派人去接你的。可是我进京后，他们都说太子即将大婚，太子妃要入主东宫了，那我又算什么？你既来了，便先住下，至于其他事再做商议。新月，全凭夫君安排。带江姑娘去后院休息，好生照料。果然是个聪明人，给个台阶便顺势而下，先博取怜惜，再求名分。看来这位江姑娘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听说了吗？那江新月真是命好，一个江南渔女救了落水少年，谁知竟是当朝太子。这下一飞冲天了，太子的名分都亲口承认了。正主回来了，某些人的婚事可不就成了全京城的笑柄？名分早定，这沈家大小姐现在高不成低不料，真是尴尬。虽未经宫中赐婚，可她在民间早已成婚，这事实已定。走到哪里都是这些奇怪的目光。传令下去，自今日起闭门不出。小姐，这些是各府邸刚送来的帖子，邀请您去赏花品茶，尽数推拒了，一个不去。我在这儿等那个始作俑者亲自登门。殿下想出解决办法了。沈穗禾，你为太子妃，新月当为侧妃，入皇家御泽，这是孤能做的最大让步。哦，正妻变妾，江姑娘能乐意接受？新月她一心在意的只有孤，并非像其他女子那样贪慕尊位。贪慕尊位，这最后一句怕是在点我贪图着太子妃的位置吧？既然江姑娘心性如此高洁，当配君子，真是可惜了。牙尖嘴利，一如往昔。你最好祈祷自己能一直这么嘴硬下去。那你又能拿我如何呢？新月是个柔弱女子，性子最是和顺，与世无争，定挡不了你的路。反而是你多年交尽，若是容不下她，才是真的后宅不宁。姑今日前来，亦是提醒你，姑见不得后宅的肮杂手段。果然这还没成婚呢，心眼子已经是偏的。那怎么办？我性格刁蛮，行事肆意，日后定然少不了让太子不痛快的地方，也定然会为难江侧妃的。你知道何为三从四德，何为三纲五常吗？出嫁从夫，夫为妻纲。你如此不恭顺，姑岂能纵容你？那便来日再说。父兄皆马革裹尸，死于疆场。如今这偌大的侯府，竟然只剩下了我和祖母两个人。这场御赐的婚事，外人看着光鲜，可我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帝王在昭示他的圣恩罢了。好一对郎才女貌的璧人，当真是恍若天成啊！瞧这情分，真是羡煞旁人。小姐，你看，太子太过分了，扰了二位的兴致，倒是我的不是了。小姐不该受此冷待。皇家的情爱能维系几时呢？想必太子对陛下赐的婚事也积怨已久了，如今行事便也毫不在意地折辱着我的颜面。清河，我们走吧。
小姐，府内下人传话，老太君要见你。京城那些沸沸扬扬的流言，怕是早就传进祖母寿康院了。灯会可热闹，玩得可高兴，灯火璀璨，甚是热闹，能沉得住气便很好。做人争的并非是一夕长短。太子江南遇刺，被江心月所救，二人私定终身。如今他千里寻夫，满城都在看我笑话。小姐，越是此时，越不能失态。怨妇姿态只会让沈家蒙羞，我沈穗禾绝不。江姑娘聪慧，这行礼之态学得比京中世家女还要快上几分。嬷嬷谬赞了。新月出身微寒，唯恐失了皇家体面。皇后娘娘口谕，江姑娘勤免客礼，赏锦缎10瓢，珠翠1盒。小姐，宫里传出信儿来，江心月不仅得了嬷嬷夸奖，连皇后娘都亲自赏了东西。京里那些见风使舵的都在传。毕竟晋安侯府已然败露，在皇后眼里，我的身份已经不能为太子增添半分助力。学得快是好事，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越响。小姐，那几日后皇后娘娘的赏花宴呢？已经下了帖子。帖子既然下了，便是推不得。既然他们想看戏，我总得入场。臣女沈穗禾参见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这芍药开得极好，倒是衬你。新月这孩子温顺识礼，宫里的规矩一学就会，嬷嬷都夸得不行。有这样贴心的人服侍在太子身旁，本宫也能放心了。江姑娘当真是天资聪颖，怪不得能得娘娘如此偏爱。瞧瞧，皇后娘娘这是亲口承认了江姑娘。她倒真以为自己凭本事赢了，殊不知她不过是皇后用来挫我沈家胃气的一颗棋子罢了。沈姑娘，起吧。新月，还不快扶你沈姐姐入座。沈小姐可看明白了？如今局势，你若非要入主东宫，这就是你往后天天要面对的。即便皇后和太子再不喜沈穗禾，他们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想要的，依然得不到。是啊，哪比得上沈小姐尊贵？自有父兄在战场上用命为你博得这太子妃的位子，只是沈小姐午夜梦回时，可会为了父兄的惨死感到心痛。你竟敢打我！父亲这个……我父兄征战疆场，马革裹尸，也是你可以知会的。你心心念念的太子妃之位，与我父兄的命比起来，一文不值。从前你的挑衅我只当看戏，这一次你碰了我的底线。你以为我只会摆弄兰花吗？晋安侯府是将门，我父兄皆是将才。我虽为女子，上不得沙场杀敌，却也不是你这种货色可以拿捏的软柿子。记住了，若有下次，就不是这样的小小警示了。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将门手段。喊吧，让所有人都来看看你这副狼狈样。你今日在皇后的庇护下出的风头已经够多了，若是现在把事情闹大，惊动了陛下和言官，你猜一个在进宫内挑衅大臣之后的余女会有什么下场？我今日我就放你一马。这便对了，聪明人该知道什么时候歇了心思。沈大小姐，您慢着点，马车已在玄武门外候着了。瞧见没？那位出来竟然跟没事人一样，刚才脚底那个凶，这位主可真是惹不得。这场赏花宴该露的面露了，皇后的下马威我也受了。既然这出戏演完了，我便没兴致再陪那余女继续纠缠。小姐，皇家这也太欺负人了！老爷和少爷当年在北境那是何等的铁血攻心，为了这江山社稷，父子俩双双战死沙场。可现在呢，沈家血迹未干，他们就任由一个名分不明的余女在你面前如此张狂，这分明是看准了咱们侯府身后有无顶梁柱，明目张胆的欺负您，毫无倚仗啊！清河，收一收你这委屈。你要明白，这世间最是不值钱的，便是人走茶凉这4个字。可沈家的功勋在那摆着，天下人那些谁不记得？战死沙场的豪情，在有些贵人眼里，不过是史书上一行陈旧的文字，久了还会嫌他沾着血亲戚，坏了京都的繁华梦。帝王提起我父兄，那是为了向天下彰示他是不忘旧情的圣君，这是他的名声。可若是我们自己把这些功劳挂在嘴边，那便成了自恃功高挟恩求报，这罪名沈家背不起，也不能背。难道陛下赐这桩婚，就真的只是为了看您入东宫受气吗？陛下赐婚不过是做给朝臣们看的，以此示意他未曾苛待功臣之后。至于我入东宫后是受辱还是受宠，是在后院凋零还是被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他并不在意。
我沈穗和从头到尾都只是他向天下人昭示帝王之恩一块最好用的工具罢了。小姐，这是侯爷生前旧部派人快马送来的密信。清河，备车，我要出京一趟。是。去，告诉沈家大小姐，就说我江心月来侯府了，让她出来见我。快，我去找大小姐，你去请沈老夫人。老东西，你孙女死皮赖脸占着太子妃的位子不放，真当自己还是当年的侯府吗？你那儿子和孙子都死绝了，这沈家就是个空壳子。识相的赶紧让沈穗涵退婚，否则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你竟敢！老夫人，老夫人，没用的老骨，这就受不住了。走。小姐，你可算回来了，出大事了！慢慢说，何事如此惊慌？小姐，那江心月刚才带着这人闯进府里大闹，不知说了什么丧良心的话，把老夫人气得当场晕死过去了。快回侯府！这江心月，你简直目无王法！谁给你的胆子闯我靖安侯府？若无皇后背后授意，凭她一个余女，焉敢如此张狂？哟，这就是咱们那位自诩高贵的沈大小姐。你真当你还是以前那个众星捧月的侯府千金？醒醒吧，你的父兄早就死透了，如今这靖安侯府不过就是个空壳子。待你来日出嫁，这府里可就只剩下一把老骨头等死了。江河日暮，门庭冷落，这种日子你还没过够吗？我若是你，早就羞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了。江姑娘，是我父兄确实不在了，可他们是为了保家卫国，马革裹尸，骨埋青山。如今靖安侯府满门忠烈，只剩老弱无人支撑，只能与祖母相依为命。就算如此，难道皇家就可以这般欺负人吗？皇后和太子如今对你厌恶之极，你何必非要死缠着那太子妃的位置不放？皇后与太子喜欢你纵容你，所以你便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折辱我沈家，折辱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亲人吗？你若是真的想要那太子妃的位置，拿去便好了。太过分了，这简直是仗势欺人！皇后和太子难道就这样管教身边人的吗？清河，扶我进去。沈家就算境遇不济，也容不得他人侵辱先人名声。小姐，老夫人身体不适，江姑娘仍不肯罢休，难道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呸！沈侯爷父子为了守住边疆，那是死在战场上的真汉子。现在倒好，侯府就剩老的小的，竟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堵着门骂。谁说不是呢？若是不满这桩婚事，皇家大可以明着退婚，何必派个女人来这样作践功臣之后？实在令人寒心啊！你们放肆！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全城谁不知道你是太子心尖尖上的人？听说在江南就手腕勾搭上殿下，连皇后娘娘对你满意的不得了，恨不得立刻把你扶正了。我看就是狗仗人势。若没皇后和太子在后面撑腰，她一个余女敢跑来侯府撒野？你们这些贱民，竟敢冲撞东宫的人，当心太子治你们的罪！姑娘，别说了，快走吧，再待下去他们要动手了。小姐，他跑了，像只丧家之犬。流言既可伤我，亦可助我。皇后处处折辱，放任这女人来闹，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主动让出这太子妃的位置吗？管家，立刻派人跑遍全城，无论是御医还是民间名医，只要是喘气的，统统给我请回来。是，老奴这就去。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要让全京城都知道，靖安侯老夫人被江侧妃气得命在旦夕。救命啊！请大夫，老夫人被江侧妃气得吐血了。听说了吗？沈家老夫人快不行了，就是被太子那个相好给闹的。这太子也太不像话了，为了个余女，真要逼死功臣全家呀！太子殿下当真糊涂，那靖安侯府是何等功勋，如今竟任由一个民间女子登门辱骂，简直是罔顾礼法，私德有愧。何止是私德，皇家便这般谁养苛待功臣笑死，老夫众臣即使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为沈家讨个公道。求陛下明断，严惩藐视勋贵之徒，安抚功臣之心。混账！朕赐你婚事，是让你恩待功臣，昭示朕的圣恩。你倒好，让个余女去气得沈老夫人吐血，你是想让天下人指着朕的脊梁骨骂朕过河拆桥吗？父皇息怒，儿臣并不知道新月他会做出这种荒唐事。不知道？你对他千依百顺，纵容的他连靖安侯府都不放在眼里。传朕旨意，赏赐即刻送到沈家。至于你，亲自带人上门给朕赔罪。沈大小姐，老夫人是怒急攻心，这才招致昏厥。此症虽暂无性命之忧，但极易损及心脉，往后定要静养。多谢御医，
清河，送客。太子殿下驾到！瞧他们那样，怕是陛下下了死命令，不得不来低头呢。臣女见过太子殿下，不知殿下屈尊降贵，有何贵干？老夫人可好些了？孤今日特来探望。劳殿下挂心，寿康院在那边，殿下请吧。小姐，瞧殿下那模样，若非陛下在朝堂上发了狠，他哪肯带那个渔女来这受这受罪？他不过是来演一出知错能改的戏给宫里看。至于祖母受的惊吓，他不在乎。好好调理身体，宫中真药随后便送来。这些话他自己说着不累，我听着都嫌虚伪。这是父皇特意嘱托孤带来的，这是皇家特制之物，唯有入主东宫的太子妃方可佩戴。多谢陛下好意。这青鸾佩虽然罕见，可奴婢记得江姑娘那日手里拿的可是殿下随身带了多年的羊乳丝佩。清河，莫要乱说，这一枚是给太子妃的身份，那一枚是给心上人的情分，这公私分明，殿下做得极好。沈穗和，父皇已经降旨，你我的婚期不会再推迟了。礼部已经选定了吉日，就在下月16。而新月，他也是个体谅人的，他说不愿让孤为难，愿意主动退居侧妃之位。此后你二人入主东宫，只要能和睦相处，便是孤的东宫之福，亦是朝廷之幸。退居，殿下这话真有意思。这正妃之位本就是陛下的恩长，名分早定。听殿下的意思，倒像是江姑娘大发慈悲，把这位置让给我似的。殿下这话确实耐人寻味。侧妃之位对江姑姐来说，的确是天大的委屈了。看来闹了这么一出，殿下还是不够清醒。他只觉得让我进东宫的大门，便已是皇恩傲贺，是我捡了天大的便宜。这东西太贵重，殿下还是留着大婚后再给吧。沈穗和，你差不多得了。新月那日确实是心里不舒坦，才来闹了那一出。可如今父皇对我骂也骂了，对他罚也罚了，甚至连那些流水的赏赐和体面，孤都尽数补给沈家了。殿下大概忘了，若非陛下施压，命您今日登门平息流言，您怕是还在东宫陪着那位体谅人的江姑娘吧？时至今日，他竟还觉得靠这种左拥右抱、妻妾和睦的荒唐话，就能解了今日这局吗？你还想如何？做人要知分寸，若是一味得寸进尺，最后只会是一场空。你真当孤没脾气吗？既然殿下口口声声说此来是为求和，那便该拿出个求和的态度来，而不是在这摆出施舍的架子，教训我沈家无人。瞧瞧，在那装什么可怜？老夫人的院子，借他10个胆子，现在也是不敢进的。那日的大闹的威风劲儿，今日倒是一点也不剩了。看样子，宫里的规矩确实教得好。江姑娘这副俯首低眉的模样，倒是顺眼多了。沈小姐，不必如此冷嘲热讽。这还不够，江姑娘，你长得真的很像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如今的大理寺卿夫人。你说什么？我再说一遍，你与如今的大理寺卿夫人有7分相似。你以为你是他的心头好，其实太子一直是在透过你在看另一个女子，一个他求而不得却遗憾错过的女子。你在怕什么？怕宫里的板子，还是怕太子的心？不可能，殿下分明最爱我。他爱的是你这张脸，还是这张脸的主人？你以为你受了这1个月的苦，换来的是太子的心疼和侧妃的尊位？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沈穗和，你休想拿这种荒唐事来骗我！夫君看我的眼神，绝不是在看别人。江姑娘，你自个儿瞧瞧这池水，你在东宫受那1个月皮肉之苦时，太子殿下可曾为你求过半句情？教习嬷嬷那些阴损手段，他能不知道？他若是真疼你入骨，
怎会忍心看你被折磨得神魂不宁，却只会在你面前说那虚伪的和睦相处？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夫人的容貌，再去对比东宫藏书楼深处的那幅画，便可以得出答案了。3年前，我偶入藏书楼，便瞧见了那幅画，那一笔一画，藏的都是太子殿下隐秘不能言的心思。藏书楼画像，你休想骗我！夫君他是爱我的。爱。当日你当街拦下我的马车，我撩起车帘看清你容貌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确认了太子的心意。他爱的不是你，而是你这张脸。江心月，你这一身的荣辱富贵，哪一样不是记在太子的那点心意上？宫里的那些借产，顶多让你受些皮肉之苦，只要太子一句话，你便能翻身。可若是他的心不在你这儿呢？若是过往在江南的那些恩爱情浓，那些温柔甜甜尽数是作假，若是他深夜看你时的目光，全都是投射在另一个求而不得的女人身上。不，别说了。是继续做那个可悲的影子，还是沦为一滩烂泥？这些本就是你该去面对的。星月，走吧。父皇还在等姑回禀。瞧这位江侧妃，刚还在这神气，怎么这会儿像是丢了魂？瞧这阵仗，马车上镶的怕都是实打实的真金。阵仗再大有什么用？为了个渔女，把功臣全家都给得罪了。哟！小姐，殿下这般大张旗鼓的带她走，分明就是做给皇上和全京城看，以此来平息流言。他这是用心良苦，他越是招摇让，证明他没错，错的是这流言蜚语。他这戏演给百姓看，演给陛下看，可惜戏演的再大，也遮不住他心虚的底子。走了，走了，摆了天大的排场离开的。这次的事儿你做得很好。幼时祖母便教导过我，就算靖安侯府只剩女子，也绝不可任人欺凌。孙女一直记得，沈家的傲骨，哪怕只剩这一根，也得挺直了给京城那些人看。小姐，那日真是险。那下人急匆匆跑到城门口找您时，那话说的，奴婢心都要跳出来了，真以为府里要翻了天。那日下人来报，我便猜到了祖母的打算。你这孩子，打小就心思灵透。我不过是想借着这把老骨头试试东宫的态度，却没想你竟能闹出那么大的动静。祖母既已布好了急局，孙女自然把这火烧得更亮些。若不故意将事态闹大，又怎能借世人之口，让全京都都听听东宫的荒唐？是啊，那时候满大街的人都亲眼瞧见您哭得梨花带雨，说要把太子位置让给那江氏，那场面谁看了不心酸？在那帮百姓和朝臣眼里，他们看到的只是皇后和太子对我沈家不满，甚至不惜借一个渔女之手大闹无人，意图悔婚。他们会觉得才生生把您这位功臣遗孀气得急怒攻心，命在旦夕。而我，只是个无依无靠、被逼无奈之下只能拱手相让名分的苦命女子。现在的皇家，在世人眼中已是出尔反尔、苛待功臣之后，纵容江氏折辱沈家，这盆脏水，他们就算进了太池也洗不干净。这一仗，咱们沈家虽弱，却赢在了礼和人心上。谢谢寿康。穗禾啊，你还记得那年的雪吗？孙女记得。当日父兄苦守青阳关整整3个月，直至最后一刻不退不降。那时候风雪压城，整座城都断了粮，父亲和哥哥就那样死死钉在城墙上，双双埋骨。此后，这偌大的靖安侯府，便只剩下我和祖母2人了。元气要保你们。可时移世易，世人健忘。如今谁还提起青阳关的凶险？谁还记得沈家的牺牲？他们只看到侯府江河日暮，后继无人，便觉得我一个孤女，配不上那东宫的太子了。在皇后眼里，那些高门贵女才能为太子提供助力，稳固东宫之位。她是嫌弃您，想要个更好用的儿媳。陛下用太子的婚事昭示恩德，用东宫的荣耀为沈家添彩。可这彩，在皇后眼里，却是太子登顶路上最碍眼的沙子。
皇后原本是想私下给咱们一个难堪，指望我知难而退，主动让位。可她没想到这事儿会被闹得全京城皆知。她处处偏爱江心月，赞不绝口，不就是想筑长江氏的气焰，拿那个渔女当刀来对付我？她不会把太子妃的位置给一个渔女。在皇后眼里，江心月和太子的民间大婚就是不必提，可她偏给江心月希望，看着她滋生野心，心甘情愿当这颗棋子。我已经杠多了，穗禾，太子并非良人，这东宫深似海。孙女明白，所以这局棋并未结束。太子以为今日他登门送了礼赔了礼，这事儿就算和解了。他现在定在做着妻妾和睦，他才刚刚齐人之父的美梦呢。他以为困局已解，却不只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沈家的债得一笔一笔的算。小姐，您快喝口茶润润嗓子。奴婢方才在院外听着都心疼。太子殿下此来，竟然还明目张胆的带着那个狐妹子。小姐，您可不能任由她骑到您的头上来啊！他这分明是压根没把小姐您放在眼里，这还没成亲呢，就一味的偏爱那个渔女，这往后入了东宫，日子可怎么过啊？皇后娘娘的心也是偏的，事事向着她。小姐，您身处东宫，若是受了欺负，连个出头的人都没有，那江氏还不得骑在您头上作威作德了？那依你看，我该如何？自然要趁着如今油盐对咱们有利，狠狠闹上一闹，把事情捅大，给东宫一个好看，叫他们往后见了您，再也不敢这般小瞧了去。清河，你入我靖安侯府整整3年了吧？我待你也算不薄吧？小姐待奴婢恩重如山，是奴婢的再造恩人。小姐今日何出此言呢？很好，既然知道是恩重如山，那到你报恩的时候了。我要见你背后的主子。小姐在说笑吗？奴婢的主子不就是您？我平生最厌恶被主之人，却偏偏容了你这么久。非要等那冰冷的利刃真的落在你脖子上，你才知道我沈穗儿是不是在说笑。小姐恕罪，奴婢。我不杀你，既然你背后的人想借你的嘴在沈家煽风点火，那我便给你个机会，去吧，告诉你的主子，我要见他。小姐，主子约您今日相见。小姐，主子吩咐得蒙上眼。小姐，到了。四皇子殿下，果然是你。清河从前在本殿面前提起，说沈家大小姐有一颗玲珑心窍，寻常手段无法左右你的心思，却不想你竟聪慧至此，不仅识破了清河，甚至连本殿的都猜得分毫。殿下大费周章地布下此局，怕不只是想在靖安侯府安插一只耳朵。我不仅猜到了您的存在，还猜到了那位在京城搅弄风云的江心月，他的身边也有一颗如清河这般的棋子。您派人家长他的野心，左右他的心思，让他一步步按着您的想法去寻夫、去拦路、去大闹侯府。这一切不过是您在幕后借他的手，在东宫烧起的一把火。精彩，如你所言，你确实全都猜对了。江心月，她不过是一个江南渔女，若是没有本殿在背后为她谋划指引，暗中相助，她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小女子，又怎能顺利避开东宫的眼线，找到太子？若无本殿的人在她耳边吹风，她又怎会有今日入主东宫，成为女主人的野心？可惜了，她到死都不会发现自己只是本殿抛出去的一块饵。倒是你周的沈穗禾，你既已看透了这幕后的，知道清河前来见我，到底意欲何为？是想向太子告命，还是放你沈家一马？殿下何必问得如此急促？您这双手在3年前就已经伸向我沈家了，不是吗？而1年前太子在江南落水，偏偏就被江心月这个渔女给救了。这种万分之一的巧合，若无殿下在背后步步策划，暗中指引，他江心月怕是连太子的衣角都摸不着。所以你是在指责本殿心机深重？指责？不，我是佩服。殿下想用这2颗棋子左右我们的行事，让江心月入京，让我与他相争。等事态闹大了，各方势力相继下场，东宫自然会生乱。太子因私德备受打压，名声扫地，
这不正是殿下最想看到的局面吗？将门虎女与救命恩人斗得你死我活，殿下好坐收渔翁之利，真是好大的一盘棋。沈穗禾，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就该明白，知道的越多的人，往往死得越快。殿下这般威胁，莫不是被我说中了痛处？殿下问我意欲何为？怎么，您是在担心我这个将死之人坏了殿下筹谋多年的大事吗？殿下大可不必有此担忧。我既然赶来，自然不是为了拆您的台。我看透了殿下布下的此局，却并不打算破局。今日来见执旗之人，只是为了告诉你，我沈穗禾绝不会是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但我会是殿下绝佳的盟友。盟友？沈大小姐的意思是想让本殿助你保住这太子妃的位置？不，殿下说错了，不是您助我，而是我在助您。你说什么？你沈家如今不过一介孤门，你拿什么助我？殿下费尽心机，不就是想要那东宫易主吗？而我沈穗禾愿助殿下一臂之力。殿下让清河这3年躲在我身旁，极尽挑拨挑拨之语，不就是想让我受不得委屈，闹出一场声势浩大的退婚大戏吗？只要我沈家闹得够大，东宫的锐气就会被力挫，太子在朝野之间更会落得个私德不修、薄情寡义的名声。殿下的这番谋算，我全看在眼里。今日我来就是要告诉殿下，我乐意成全殿下。祖母，喝药吧。我这把老骨头，受点气不打紧。小姐，外头已经传开了，老奴派人盯着呢。现在全京都都知道太子殿下带那个江氏登门，把老夫人气得旧疾复发，命在旦夕。闹吧，闹得越大越好。你们听说了吗？靖安侯府的老夫人怕是要挺不过去了。怎么会？前几日不是还说见好了？呸！还不是那位太子殿下探病就探病，竟然把那个民间带回来的渔女江氏也给带进去了。老夫人看着沈家战死的儿孙，再看着狼心狗肺的东西，当场就吐了血。这太子当真是昏了头，为了个狐妹子，连救命之功的老臣家属都这么糟践，这叫天下将领怎么想？这雨下得正好，洗洗这京都的尘土，也洗洗那些人的心。我在等这风雨把该吹倒的都吹倒。小姐，外面的火烧得够旺了，现在满大街的茶馆都在传，说太子殿下那是故意带着那个渔女江心月上门，就是存心给咱们侯府担勘，要把老夫人往死里逼呢。那些百姓们都听不下去了，一个个义愤填膺，说咱们沈家父子战死沙场，如今却被个狐妹子堵在家里欺负，都在为您打抱不平呢。于情已至非典，那便时机到了。穗禾，咱们沈家最后这一张脸面，今日便由我这把老骨头去撕开了。祖母，孙女陪您去。老身沈氏，沈家福宝被太子和那渔女闹的，不堪匹配皇家贵婿。老人家这是要拿命换一个清净啊！求陛下垂怜，收回成命。沈家残脉不敢高攀东宫，求陛下为太子另择良配，放过我沈家孤女。沈侯爷当年死守青阳关，那是何等的赫赫荣光！谁能想到，如今沈家竟沦落到让2名女子上殿退婚。沈家满门忠烈，竟被一个渔女逼到这种地步，皇家确实寒了老臣的心啊！传陛下口谕，沈氏一门忠烈，朕心甚慰，自有沈家老夫人所求，朕准了，赐沈家黄金1万两，良田1亩。
这墙里的天，终究太小了。既有将门女，今有退婚书。太子殿下为了个渔女，生生丢了功臣的心，也丢了民间的名声喽。听闻陛下大怒，已经命太子在府里静思半年，连朝都不用上了。这哪是静思，分明就是变相禁足。太子这回是真的失了人心。小姐，外头现在流言蜚语还没散，陛下赏下万金良田，咱们这就出城去庄子上，会不会太急了些？陛下赐万金是为安抚，更是为了平息事态。只要我还出现在众人视野里，这流言就散不掉。这不是陛下现在想看到的，我也没必要留下惹眼。去庄子上避避风头，正好清算一下沈家这些年的产业。这眼神，看来他已经准备好接手我留下的烂摊子了。小姐，京城那边的消息，四皇子如今可谓是如日中天哦。说来听听。陛下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掌管了经济封临位，甚至他在朝上提出的利国利民之策，连那些老顽固都闭嘴称赞。如今朝野上下，人人都说四皇子有贤君之风。反观太子殿下，禁足期满出来后，那气势大不如前。以前那些巴结东宫的人，现在全往四皇子府跑了。太子现在急了，听闻今晚要在东宫设宴，想敲打众人。敲打？孤禁足半年，这朝堂的风向似乎变了。怎么，众爱卿连酒都喝不下了？微臣不敢。走水了！快来人呐！救火！这是，快说起来！这是孤为新月会的画像，孤一时手拙，画的不太像罢了。殿下，这画卷末尾的落款，可是3年前啊！3年前的画，长得却和姜氏如此相似。这不是大理寺卿的夫人顾锦书吗？觊觎臣妻，私藏画像，这简直是斯文扫地，罔顾礼法。小姐，您是没瞧见，全京城都传疯了，都说太子殿下在书房里藏着顾夫人的画像，日日端详呢。顾锦书，永安伯的千金，当初与太子青梅竹马，若非皇后为了势力指婚给大理寺卿，她本该是东宫的正主。难怪太子对那个渔女千依百顺，原来是弥补他心头的缺憾。那江心月算什么？一个长得像明月光的影子罢了。影子终究是影子，光照过来的时候，影子就该散了。这一手，定然是四皇子做的局。太子无才无德，觊觎臣妻，如今朝廷纲纪，请陛下废黜无德储君，另立贤良。瞧瞧，四皇子如今正是春风得意，这朝堂的风怕是要彻底转方向了。听说了吗？季大将军请旨还朝，昨儿个已经在御前为太子殿下进言了。先前的画像丑闻闹得满城风雨，原以为东宫这回铁定要易主，没曾想季大将军挤到折子上去，陛下竟然压下了所有言论。小声点，季家毕竟是皇后的母家，季大将军又是太子的亲舅舅，这手握兵权的人物一回来，废除太子的声浪瞬间就压疯了。季大将军这一回来，朝堂的局势怕是要重新洗牌了。四皇子那边怕是没那么容易了。参见四殿下。四殿下，别来无恙。京中局势一夜反转，你似乎又猜到了本殿会来找你。自然，毕竟我说过，会助殿下一臂之力的。殿下现在的处境，怕是正如履薄冰吧。季家不倒，太子便立于不败之地。要动储位，必先动季家。
可季大将军老谋深算，季家在军中根基深厚，极难撼动。那便挪走季家这块拦路石。挪走，说的容易。本殿私下查了许久，手中那点证据根本不足以彻底扳倒季家。你手中的证据不够，我沈家的命债够不够？我父兄当年战死青阳关，世人都道是敌军凶悍，可唯有我沈家知道，那是季大将军为了贪功，故意贻误战机，断我援军。折辱之仇忍得，杀父之仇必报。我与季家隔着的是生死之仇，不死不休。沈穗和，若此信为真，这京城的天，今日便要变了。殿下，沈家等这一日已经等了太久。将军放心，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指控。咱们季家根深蒂固，朝中多的是咱们的人，这点小事儿，费点银子打点一下便能平息。哼！大胆！何人在此惊扰圣驾？靖安侯府沈穗和随祖母沈门王氏叩抢登文谷，状告季大将军，求陛下开恩，为我沈家父子做主。10年前青阳关之战，季大将军为独揽军功，故意拖延援军，致使我父兄苦守孤城，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枉死于风雪之中。什么？沈小侯爷和老侯爷当年竟然是这么死的？这样满门忠烈，竟是被自己人算计死的，太寒心了！季家残害忠良，贻误战机，求陛下惩奸人，还沈家一个公道。陛下有旨，宣靖安侯老夫人沈家小姐入宫觐见。沈穗和，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竟敢在此空口白牙，肆意贪污朝中一品大员，贪污重臣乃是灭门重罪。你沈家如今只剩几条残命，难道真要自寻死路不成？当年的风雪确实大，可季家军向来号称铁骑，怎会连半步都挪不动？沈家这丫头敢在大殿上这么说，怕是有备而来。我有人证，当年我父亲派出的求援副将尚在于世。宣证人进殿。微臣参见陛下。你便是当年的求援副将。正是。当日靖安侯父子苦守青阳关，弹尽粮绝，侯爷命卑职率数名亲手拼死突围，前往季大将军营中求援。可季将军却传令大军原地待命，谁敢出兵便斩谁。甚至为了灭口，他下令当场斩杀卑职。卑职胸膛中刀跌下山崖，才侥幸捡回一条贱命。卑职隐姓埋名苟活10余年，就为了今朝能替枉死的侯爷和少爷向陛下求一个公道，惩治奸人，还靖安侯府一个天理。陛下，单凭人证或许还不够，臣女还有一物证呈上。此乃季大将军昔日亲笔手书，上面加盖了他的私印。这封信是他当年勒令彭城太守绝不许出兵援助青阳关的死命。彭城距离青阳关不过半日路程，且驻守精兵3万。当日若彭城能出一支援兵，哪怕只有5000人，靖安侯父子也不会死在那风雪里。他这是生生断了沈家军的所有活路啊！一生死情。季将军，你按兵不动也就罢，竟还敢切断周围援军！你这是在帮朕守江山，还是在借敌人的刀除掉朕的功臣？季大将军，你还有何话说？陛下息怒！朕待季家不保，你竟敢如此欺君罔上！来人，摘了他的顶戴，拿下！穗和，好孩子，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10年了，整整10年，我原以为这把老骨头进棺材也等不到这一天，以为你父兄报了仇，他们在地下也能合眼了。祖母，陛下已经下旨查封继父，公道士回来了。追封沈家侯爷为忠勇王，入忠列祠，享万世供奉，钦此。父亲，哥哥，
你们在天有灵，应当都看到了吧？我报仇了，季家垮了，害死你们的凶手终于要伏法了。这10余年来，我心中游悬重石，压得我喘不过气。今朝，我这心总算得安了。小姐，您瞧，院子里的枯木好像发了新芽。是啊，这风吹在身上，倒是久违的轻松。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济世一门，贪墨军饷，贻误战机，残害忠良，罪无可赦。着即查封纪府，满门下狱，钦此。君爷饶命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是，带走。季家也有今天，当真是风水轮流转。快看，季家真的被抄了！活该！贪墨军饷，害死沈家父子，老天有眼！瞧见没？季大将军也有今天，满门下狱，3司会诊。听说那老贼已经供认不讳了，恶有恶报，定在秋后处斩，一个都留不下。连带着东宫那位和皇后娘娘，现在都被重兵围得铁桶一般，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季家祸国殃民，害死沈侯爷父子，活该灭门。沈小姐一介女子，为父兄伸冤，扳倒权臣，太解气了。我等皆是沈家旧部，当年侯爷冤死，我等隐忍10余年。今日沈小姐为侯爷雪冤，我等愿誓死效忠，听候差遣。诸位忠义之心，沈某铭记。如今季家倒，朝局动荡，正是我沈家重振之时。虎符，即日起整顿旧部，镇守京畿，肃清季家余孽。是。小姐，季家残余党羽勾结东宫，欲狗急跳墙刺杀您。沈穗和坏我大事，毁我母族，此仇不共戴天。殿下，沈穗和身边旧部刚收拢，防卫空虚，今夜派死士刺杀，永绝后患。属下愿带百名死士夜袭侯府，取沈穗和首级。事成之后，黄金万两，高官厚禄。失败，提头来见。太子派死士刺杀，束手就擒，饶而不死。太子为自保，竟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真是让本宫失望。带下去，明日朝堂让他当众揭发太子罪行。儿臣从未派刺客，沈穗和栽赃陷害，意图构换东宫。四皇子向镖权证人。是太子，是太子命我勾结季家余孽，刺杀沈小姐，还密谋逼宫。太子私通叛党，刺杀重臣，意图谋逆，罪大恶极，恳请陛下废除。恳请陛下废太子。儿臣冤枉，是沈穗和害我。太子德行有亏，谋逆犯上，废除储君之位，打入天牢，等候发落。父皇，父皇，父皇！四皇子沉稳睿贵，有功于朝，册封为新任储君。陛下圣明。殿下，你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锦书，你瞧，他们都说姑疯了，可他们哪知道，姑这东宫里最值钱的，只有你啊！殿下，别看了，火炉翻了，咱们快出去求守卫开门吧。你叫姑什么？殿下？姑
姑是这大齐的皇，是他们负了姑。沈穗和那个毒妇，还有老四那个狼子野心的东西，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不要，殿下你疯了！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沈穗和想要这盛世，老四想要这江山，姑便亲手烧给他们看。锦书，你快看啊，这满月的红绸像不像咱们的大婚？姑是大齐的太子，姑才是真龙天子！哈哈哈哈哈哈！漏水了！快来人呐！废太子还在里面！别喊了，这火是他自己放的。谁能想到呢？曾经风光无限的东宫，如今竟落得个自焚的下场。废太子占着嫡长的名分做了那么多年，除了宠那个渔女觊觎臣妻，还干过什么正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穗和忠勇果敢，为父兄雪冤，肃清叛党，安定朝局，功功卓著，特赐黄金万两，良田千顷，准其重整靖安侯府旧部，掌京畿部分兵权。钦此。沈小姐功在社稷，日后朝堂之上，还望多多下注。储君言重，沈某只求重振沈家，守护大齐江山。这京城的天，终究是要变了。沈小姐好兴致，如此高处，确实能将这乱局看得清清楚楚。殿下如今满袖春风，想必想要的东西已是唾手可得。这全是赖你下注，你我如今是一路同行的盟友，你助我至此，本殿自然不会亏待。你想要的是什么？待本殿来日大权在握，妃位亦或者是那母仪天下的后位，本殿都能许你。这些皆可保你和靖安侯武来日荣耀。殿下与我果然是同路之人，权衡利弊，理智分析，殿下算得真准。可惜殿下算错了一样，我沈穗和想要的从来不是这些。我不求后位恩宠，愿以今日相助之功换殿下一个承诺。你想要什么？换殿下来日大权在握时，为我力排众议，破除陈规。我要承绳靖安侯府的爵位，开我大齐女子成爵之先河。沈穗和，你当真是让本殿刮目相看。好，本殿允你。储君之位终究还是落在了能者手中，比起那位葬身火海的废太子，这位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太子被废，皇后自尽，你的才德本就不配其位。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啊！自古以来，爵位承袭皆为男丁，沈家再无男丁，后继无人，侯爵理应收回，怎可由一女子承袭？此举破九制，毁纲常，定会让天下文人非议，朝野动荡啊！求陛下收回成命。陛下，老臣斗胆，也有几句话想说。沈家满门忠烈，天下皆知，可女子成爵，毕竟闻所未闻。陛下此举，可想过后事如何并说？满门忠烈只剩我一人，若爵位被收回，若陈家上下西寒，规矩是人定的，自然也能由人改。沈家父子马革裹尸，为大齐守了一辈子边疆，换来今日太平。如今沈家只剩孤女，朕若收回爵位，岂非让天下功臣寒心？沈穗和忠义两全，助朕肃行朝纲，此乃不世之功。传朕旨意，由沈穗和承袭靖安侯爵位，谁若在意，便是蔑视军功，与朕为敌。臣靖安侯沈穗和叩见下，谢陛下成全。你可知，为了这一道圣旨，朕顶住了多大的压力？世人眼浅，只看男女，不看傲骨。沈家再无男丁又如何？我沈穗和偏要以女子之身重振靖安侯府。臣知道，朝堂之上那些老顽固肯定恨不得撞死在金柱上，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若非拥立新帝助其登位的大功，绝换不来这一场破旧制的先河。世人都说沈家后继无人，你这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又怎样？我要让沈家在我手里再度兴盛。穗和，朕登基之初许你后位，以你的聪慧，若入主中宫，定能给沈家带来荣耀。
你为何选了这条最难走的路？成蛇侯爵是与天下为敌，远比朕为你选的路艰难百倍。陛下，你说，臣斗胆想反问陛下一个问题：若我入宫，陛下能做到与我始终同心、互信不疑吗？在这深宫禁用，陛下能为了我做到六宫空吃，此生只许一人吗？为了制衡朝局、绵延子嗣，朕会广纳后妃。朕的责任是保江山万代，国祚永昌。这正是臣意料之中的答案。母仪天下或是宠冠后庭，确实是世间大多女子的终极梦想。可陛下，那却不是我沈穗禾的。我自幼便肩负着咽喉能鼎盛如昔、荣华百年。我要的是沈家的功勋独立于世，而非成为依附皇权的世人口中那没落的外戚。朕原以为这后位已是天下女子梦寐以求，甚至不惜头破血流也要争抢的至高荣耀了，却不想你沈穗禾所图甚大。臣只做沈家的家主，陛下与我都是这世间极致清醒理智之人。情爱二字于你我而言，远不如这万里江山与家族荣光。明主贤臣才是你我之间的最佳选择，必将宏愿得堂，而我将承袭父兄遗志，在这朝堂之上光耀沈家佳美。陛下将来会有3宫6院，为了制衡朝局、绵延子嗣，你无法只属于一人。而我沈穗禾将来会找一个满心满满皆是我的少年郎，招他入府为婿，他将与我同心同德，重振沈家。我虽为女子，却绝不会输给这世间的任何男子。沈家定有来日荣光。很好，你这一身魄力很有母妃年少时的风范，可惜他的鸿鹄之志终究难抵这深宫墙高。如今你能得这浩瀚天地，不被束缚，他若在天有灵见到了，定会为你欢喜。臣叩见陛下。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吧，我已经很多天没吃饭了，求你了，哪怕是口馊了的干粮也成啊！求求好心人，给口饭吃吧。我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啊！小姐，好臭啊！江心月，小姐，快放帘子吧，这哪来的疯子？别冲撞了您的贵气。是他，他竟然没死在那场大火里。拦住他！我知道错了，沈大小姐，不，侯爷，求求您放过我吧！我被人利用，我就是个傻子，被太子当做那个顾夫人的替身，他在我身上看别人的影子，我却还当成宝。如今沦落到这步田地，我知错了。那些荣华富贵我不要，勾心斗角我也看不透。我只想回江南，回那个有桂花飘香的流水小镇，做一个平凡的渔家女。求求你饶了我吧！你，清河，给他。这里的碎银够你回到江南了。多谢侯爷，多谢！若有重来的机会，我江心月绝不会踏入京都一步。我走了。夫人，求求你不要走！小姐，老夫人已经在寿康院等着您守岁了，酒都热好了。穗禾，沈家的阴霾已散，此后定能年年如意，岁岁长安。年年如意，岁岁长安。
姑娘，瞧你面生，是远道回来的。是，走了很远的路，回来守着老屋。哟，这不是江家那丫头吗？前2年听人说你跟个贵公子去京城享福当娘娘了，怎么这副打扮回来了？还娘娘呢？瞧这身破布，怕不是被贵人撵出来了？我只是回来看看。京城再好，那是别人的锦绣。我江心月命薄，接不住那泼天的富贵，还是这小镇的桂花香，闻着不心惊。那是一场烧坏了脑子的红绸梦，梦里我争过、闹过，最后差点连骨头都烂在火里。沈穗和说的对，我看不透那些勾心斗角，能活着回来当个平凡的渔家女，这才是老天爷给的最后一点福气。